要说马德里有什么非看不可的景色，非吃不可的餐厅，好像还真没有。而正是这份非必要，让人反而能够体验欧洲城市特有的松弛感。几经转飞，差点被不靠谱的美联航搞到错过航班，终于能放下行李喘口气。冬天的马德里即使寒冷，但依旧阳光充足。酒店临近各种商业街，位置简直不能更中心。舟车劳顿，真想在软软的床上赖着不起，但和朋友约好了见面，唯有干下一杯浓缩咖啡，沐浴更衣，出门赴约。朋友是个吃货，我们约在有100多年历史的 San Miguel 美食市场见面。非常不巧，赶上了西班牙全国4连休，市场的体验只有一个字儿：挤。这家市场盛名在外，里面的确有些高质量的传统西班牙吃喝，但也有很多品质参差不齐的国际美食和网红甜点。主要感受一下热闹的气氛，但不要对食物抱有太高期望。12月的马约尔广场变身圣诞市场，但售卖的商品实在太过烂俗。穿过商场，漫步于大街小巷，终于可以看到马德里的美。偶然走到一个18世纪的花园，精致小巧，虽然是处市中心，却非常安静。3、5个人在里面看看书、遛遛猫，非常的惬意。在花园外的小酒馆小酌一下，但不要看头顶阳光灿烂，很快寒风四起。于是和朋友约好晚餐再见，站起身迈开步，继续在风中漫无目的地探索马德里。散步到皇宫旁边的天主教堂阿尔穆德纳圣母堂，传说11世纪时，人们在城墙内发现一座圣母像，被认为是神迹。这座外观是新古典主义的教堂，其实在19世纪末才开始建造。过程中，由于各种政治经济问题，进程缓慢，在1993年才建成开放。和外观不同，教堂内部是新哥特式风格，不同的祷告堂风格迥异，玫瑰花窗和穹顶也充满了现代艺术的元素。虽然已经是12月，但马德里此时仍然是秋意盎然。散步到一座高架桥，拱形的设计既有功能性的力量感，又有新古典主义对称的美感。附近树影在老房子的墙上斑驳着，人们向各自的目的地奔走，没有人在意它。我想，在每个旅程中，我最喜欢的风景，总是像这样不期而遇的美。和吃货朋友一起旅行的真实目的地总是一家餐厅，在马德里是这家以主厨命名的 Paco Roncero。这家餐厅在一家会员制赌场的楼上，赌场金碧辉煌，餐厅的装饰则要现代很多。毕竟主厨擅长的是将西班牙传统美食与现代科技结合。黑松露迷你披萨，外表像小石头的橄榄油、扇贝、奶酪。每个食材都像艺术品一样被精雕细琢，每道菜在特制的容器里粉墨登场。前菜大概就有10几道，每一道味道都很好，只是到了主菜我已经有点吃不下。甜品更是没完没了。最后的 Petit Four 直接被打包回家。好在吃完饭穿过马路就回到了酒店，撑到一沾枕头就昏睡过去。昨晚吃着撑，但完全不耽误早上精神抖擞地去酒店餐厅吃早餐。餐厅在酒店顶楼，露台上风景独好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酒店的早餐总是对我有独特的吸引力。新鲜的牛角包，滚烫的咖啡，流出的蛋黄，是旅途中的小确幸。
昨天来的路上经过丽池公园，今天决定去逛一逛。这里曾经是皇家园林，在19世纪向公众开放，算是马德里的中央公园。走进池塘，发现水里影影绰绰，不知名的大鱼冒出水面和鸭子抢食，这种奇观连狗也要凑热闹看一看。公园里也没有什么特别要看的风景，只是趁阳光正好，懒洋洋的到处走一走，脚踩落叶，头顶蓝天，好不惬意。有人在做瑜伽，有人跑步，而最惊喜的是，一大波西班牙大爷大妈在像模像样的打着木兰扇，让我一时感觉恍惚。这里到底是马德里还是地坛公园？到一座新的城市，我喜欢找一个向导，骑着自行车来了解这座城。比走路的范围大，但仍然很自由。向导是一个在古巴长大的西班牙裔小哥 Alejandro。20世纪30年代，西班牙内战爆发，这场冲突导致大量伤亡，社会分裂，甚至助长了法西斯主义的扩张，被视为20世纪意识形态对抗的缩影。导游小哥的曾祖辈就在那时离开了西班牙，流亡到古巴。我们在塞万提斯的故居前驻足，想象他如何写出世界上第一部小说。路过中世纪的市政府，寻找塔上伊斯兰教的痕迹，欣赏文化中心前面的恐龙骨架，从远古慢慢走到现代。穿过马约尔广场，看代表黄金时代的菲利普3世雕像。骑到历代国王加冕的修道院，看金色斜阳辉映着蓝天，飞鸟呈人字形划过云淡天高的秋日。回到丽池公园，骑过花园小径，跟划船的小情侣们挥手 say hi。又或者在夕阳中骑过无人的宽阔大道，两侧华丽的新古典主义公寓，又好像回到了巴黎。在日落时分，到达太阳门广场，这里是西班牙所有国家公路的起点。每逢新年，大众会涌向广场钟楼。新年夜，钟声敲响之时，按照传统吃12颗葡萄，祈求一年的好运。马德里的第2天，在堂吉诃德和西班牙皇室的故事中落幕。